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小木偶皮诺丘。从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位善良但有点穷的木匠，他叫安东尼奥。安东尼奥每天都在自己的小工作坊里努力工作，做着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木质家具。有一天，他在森林里走着，突然发现一块奇特的木头。这块木头不仅形状奇怪，还像是在跟他说话，说：嗨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可以变成一个小男孩哟。安东尼奥吓了一跳，但他还是决定带着这块奇怪的木头回家。他把木头交给了他的一个好朋友，老木匠杰佩托。杰佩托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，他住得很简陋，日子也过得不太好，但他心地非常善良。当杰佩托看见这块木头时，眼睛亮了起来。这块木头真奇妙，我来把它做成一个小木偶吧。他开始忙碌地雕刻起来，在杰佩托的巧手下，这块木头逐渐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模样。当他雕完最后一刀，准备把木偶放下时，突然，嗨，我可以动了！皮诺丘，这个新做出来的木偶居然会说话了！哇，你会说话？杰佩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对，我现在是活的了。皮诺丘跳了起来，开始在房间里跑来跑去。杰佩托笑了，太神奇了！你不仅会说话，还能跑动。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皮诺丘。皮诺丘听了，开心极了。谢谢你，爸爸。我一定会努力让你骄傲的。但不过，皮诺丘是个非常好动的小木偶，他总是忍不住调皮捣蛋。当杰佩托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，皮诺丘在家里悄悄地溜了出去。皮诺丘跑到镇上的大街上，觉得四周好新鲜。他看到了一个木偶剧团正在表演，非常有趣。舞台上那些木偶跳舞、说笑话，好像真的活了一样，这让皮诺丘看得入了迷。嘿，你来看我们的表演吧！一个木偶剧团的演员招呼他，皮诺丘非常高兴，立刻走过去看表演。可是他太兴奋了，忍不住大声喊叫：我也能跳舞，我也能表演！就在这时，舞台上的木偶们开始跳舞，皮诺丘突然跳了进去，也跟着跳舞，结果弄得一团乱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这个小木偶竟然跳上了舞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木偶剧团的导演大喊：这不是你的舞台！对不起！皮诺丘慌忙跳下舞台，我只是太兴奋了。
对不起。不过，皮诺丘也没忘记带回一个好东西，一个装满5个金币的袋子。原来，戏团的导演因为皮诺丘帮忙吸引了观众，所以送给他5个金币作为谢礼。皮诺丘觉得很开心，决定拿着这些金币回家，跟杰佩托一起过幸福的生活。可是他才走了一会儿，就遇到了2个非常狡猾的动物，一只看起来眼睛瞎了的狐狸，旁边还有一只走路一瘸一拐的猫。嘿，小木偶！狐狸眯起眼睛，笑着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把这些金币埋到地里，它们会变成一棵金币树，长出更多的金币来哦。”真的吗？皮诺丘觉得非常惊讶。那我要去试试。他毫不犹豫地把金币埋进了地里。可是当他回头一看，狐狸和猫已经不见了。原来他们是骗了他，趁他不注意，把金币偷走了。哎呀，我上当了！皮诺丘难过极了，他赶紧回家去，心里打算以后再也不相信陌生人了。回到家，皮诺丘低着头，眼里充满了后悔。他的鼻子变得更长了，因为每当他说谎，鼻子就会变长，这让他更加羞愧。爸爸，我做错事了，我不应该把金币埋起来。皮诺丘对杰佩托说。杰佩托温柔地摸摸他的头。没关系，皮诺丘，犯错是很正常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从错误中学习，并且改正自己。这时，一位美丽的蓝仙女出现了，对皮诺丘微笑着说：“皮诺丘，我听见你在悔过自新，只要你诚实努力，将来你一定会变成真正的男孩。”皮诺丘听了蓝仙女的话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。从那以后，皮诺丘开始努力学习，他不再随便相信陌生人，开始认真听老师的话，做作业也不再马虎。他发现学习其实很有趣，他还交了很多新朋友。一天，当皮诺丘在学校学得很开心的时候，他遇到了蓝仙女。蓝仙女对他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皮诺丘。你不仅学会了诚实，还学会了如何用心去做每一件事。”皮诺丘的心里充满了感激。谢谢你，蓝仙女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最后，蓝仙女来到了皮诺丘的梦中，对他微笑着说：“因为你努力改变自己，诚实且善良，我决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小男孩。”当皮诺丘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木偶了，他不再是那个调皮的小木偶，而是一个真正的男孩，拥有了一双温暖的手和一颗善良的心。他高兴地跳了起来，跑到杰佩托的家中。爸爸，你看，我变成了真实的男孩！皮诺丘开心地大喊。杰佩托激动地
眼里含着泪水。我真是太高兴了，皮诺丘，你变成了我一直希望的那个男孩。从那以后，皮诺丘和杰佩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他学会了诚实、努力和关爱，成为了大家都爱的好孩子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这就是皮诺丘的故事。他告诉我们，只有诚实，努力做对的事情，并且从错误中学到教训，我们才能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，过上快乐有意义的生活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